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昨晚才发布了官方的影片爆料，没有想到在评论区就有观众跟我说，议员其实国服那边爆料更多。我做影片的时候忘记连国服那边也要看一眼了，这个是我的失误。那么究竟还有多少细节官方那边是没有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国服版本这边到底说了什么。那么首先最重要的肯定要是从军区这边开始讲起啊，因为我发现到国服跟国际服最大的差别在于，国际服那边只是放出了2个的专属明文消息而已，但是国服这边它是把4个全部都放出来了，这个是什么鬼差距啊？为什么国际服那边只放出2个而已？那么也是一样的，会讲完所有的专属明文呢，还有包括昨天讲的，因为担心可能有些翻译错误还是怎样，同时间也会给大家比较一下之前跟之后的差别。然后这边画面大家可以做个比较啦，这个是之前，然后这个是之后啦，但是这个是古籍类的。那可以看到在还没有改版之前呢，它是获得 5% 的重击伤害增幅，在更新之后就变成 7%， 所以这提升了 2%。造成重击伤害时，若命中部队的兵力大于 50%， 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对该部队造成的重击伤害提升 20%， 否则使该次重击伤害提升 30%，每秒最多触发5次，冷却时间3秒。这边是造成重击伤害之后，使命中部队受到的重击伤害提升 20%， 持续3秒。该效果可在1秒内多次触发，最多触发5次，触发后冷却5秒。它这个之前跟之后版本差别不是很大，除了那个 2% 的重击伤害增幅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原本没有看对方的兵力有多少，一路都是 20% 的重击伤害提升，但是如果在改版之后 2.0，对方的兵力大于 50% 就20嘛，如果是小于 50% 的话，你就打出的重击伤害提升会多一点点，会变成 30%， 而且冷却时间也是缩短了，从原本的5秒变成3秒，所以严格来讲是有提升的，只是提升的那个幅度没有到很夸张啦，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稍微有一点加强的话，是可以去转换使用的。因为不知道你们会遇到怎样的敌人啊，因为有一些敌人就是看到他的血量差不多变黄色的时候，他就会撤退回去换血，所以有很大可能你打到的敌人他的兵力都是多于 50% 的也说不定。但是如果是好像面对面打架，打一些峡谷之类的话，你都是把对方的部队打到死的，你打到越后期，你的重击伤害提升的越多，你就打对方更痛，其实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就是有加强到的，所以就看你们有没有需求。这个书籍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统帅界面的左上角。下一个乐器就是我们的统帅界面的右上角，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通过用买的方式买到的专属铭文，它的提升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也是一样的，从原本 5% 的重击伤害增幅变成 7% 的重击伤害增幅。造成重击伤害时，若本回合内造成重击伤害总系大于2000，每超出200系数，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的重击伤害无视目标部队 5% 的生命值，且怒气获取速度提升 2%。 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5层，且每次叠加都会刷新，持续时间。至于旧版的话，它是造成重击伤害的时候有概率 75% 的概率使该次伤害无视目标 50% 的防御力。该效果可以在1秒内多次触发，最多触发5次，触发后冷却时间10秒。若该次重击伤害只触发1次效果，则额外为自身部队增加100怒气。那要比较一下之前还是之后的比较好呢？那其实是考虑到如果之后官方设计的统帅他们的伤害都会越来越高来讲的话，其实新的版本会比较容易去触发。那在一个回合里面，它的重击伤害肯定是有超过2000的，除非是一些比较早期的啦，但是多数设计出来的新重击伤害统帅都是超过2000了。但是它要每超出200系数才会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重击伤害无视目标 5% 的生命值。 OK， 如果我们是
是以正常的部队来讲啦，就是你当主将触发了重击伤害之后，他的副将是肯定会触发重击伤害的，肯定就是可以无视对方5%的生命值。但是你能不能够叠起来呢，就取决于你的技能能够连续打出重击伤害多少次。因为除了主动技能之外，还有一些重击伤害呢是通过被动的方式打出去的。不过我觉得换了之后还是要实战去测试一下，到底我能够叠加到多少次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每个人操作有一点不太一样啦，可能有一些人操作到好的话，他是真的可以叠加到5层，像一些玩家他一直断掉自己的怒气的话，可能每一次就只有1层而已，所以你们只能当做无视目标部队5%的生命值，然后怒气恢复的速度提升2%而已。但其实你用旧的也是一样啦，你没有办法打出重击伤害的时候，你可能连这个概率都没有办法触发，只是旧版的那个一扣就扣比较多而已。但是如果你们用于集结或者是驻防的话，它是肯定可以叠加上去的。那就算你真的操作不好的话，至少你那个重击伤害增幅还是提升了一个2%啊，也算是好一点点。下一个旗帜新版跟旧版的哪一个比较好？旧版的部队获得5%的连击伤害抗性，造成重击伤害后，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冷却时间5秒。这个就是上一个影片中有跟大家讲过的啦。它这边就变成所有伤害抗性提升2%，还有包括连击伤害抗性提升3%。它就是把原本的5%分成2个部分，但是它这个只是针对连击伤害嘛，你都没有包括其他的可能重击伤害或者是技能伤害，所以如果比较起来你要全面一点的话，新版的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它有包括其他的伤害。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旧版的它是造成重击伤害之后才会有这些效果，但是新版的受到基础攻击时是自己受到基础攻击，而不是自己打出基础攻击的时候。在昨天的时候我做那个影片呢是讲到自己打出基础攻击的时候，我那个理解错了。那说到基础攻击其实也是很简单啦，因为现在这么多连击伤害的统帅还有重击伤害的统帅其实都会触发到有50%的概率使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触发条件是比起这个旧版的还要更好，而且它后面还有一个造成重击伤害提升20%，冷却时间依旧也是5秒。那这个应该不需要考虑吧，新版的确实是比起旧版的还要更好。最后一个徽章也是提升最多的一个，基本上就是选新的不会选旧的，不管你是哪个阵型都好。新版的会提升12.5%的重击伤害增幅，然后旧版的是10%的重击伤害增幅。这个部位也算是大多数玩家都比较难拿到的部位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通过军器宝箱拿到，或者是真的保底运气非常好才会拿到。OK， 那么官方分享的也就只有专属铭文而已，也是一样没有分享专精铭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专精铭文怎么样。但是这边看下来，基本上这个偃月阵 2.0 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替换掉的。如果把这边全部专属铭文加起来的话，总数就是7%加7%，然后再加一个12.5%，总共就是26.5%的重击伤害增幅。那如果你们看到自己的集结或者是驻防车头没有这么高的提升呢，就要注意一下了还有就是看有没有伤害抗性。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在国际服那边没有透露到的，就是驻地任务这一边不是有说过要指定的等级才可以解锁吗？那其实也是一样，要6等级你才可以解锁这个统帅的技能，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同时间你们也可以看到官方这边所演示的画面都有第1代的统帅，然后有一些紫色的统帅，第2代的军事坦丁好像就没有看到其他等级或者是不同代数的统帅了，当然也有可能他只是没有放进去而已啦，这个只是样本而已。另外还有包括集团军累计操作集团军击杀1000万个战斗部队，你就可以拿到3小时加速1个；累计操作集团军击杀5000万个战斗单位，可以拿到1个3小时；累计操作集团军击杀1亿个战斗部队，可以拿到1个3小时加速。这个有点太过抠门了吧，给的也太少了。
最后讲的比较详细的就是关于这个万国人气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就是你可以点选一些玩家，然后送花给他，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玩家，你就可以给他多一点花。那这个玩家如果他的花拿到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上那个榜单，上到排行榜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城市主题嘛，资源产量提升25%。然后在上一个影片我就有讲到，这个可能是一些特效来的，结果你们知道这个特效是怎么运作的吗？你们注意看这个画面，就是它如果是把两个城市主题一样的放在一起，中间就会出现一个爱心的图案，这个有点太离谱了，是哪一个制作组创作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它这个是粉红色的爱心，对不对？然后在后面一点点，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蓝色的爱心，但是官方刚刚演示给我们的画面呢，就是一个蓝色一个粉色才可以啊。然后它这边也是有写，必须要倾城之冕还有千秋四手在一起才会触发这个效果，一定要蓝色跟粉色，你粉色跟粉色应该是不能触发的。那么以上就是国服这边爆料出来的消息啦，确实是比起国际服那边还要更加详细一点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就是关于军旗其他的专属铭文提升，你们觉得有比较强一点吗？你们会不会去转换呢？另外一个就是包括集团军的一些成就啊，还有包括这个城市主题非常荒谬的设计，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